你有没有发现，童年的一个暑假像一辈子那么长，但现在一年好像只是眨个眼的事。怎么回事？时间是不是偷偷加速了？还是我们的大脑被时间耍了？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神秘又诡异的问题：为什么时间越老越快？以及相对论这个听起来高深莫测的理论，居然真的潜伏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。想象一下，你5岁的时候，妈妈跟你说，我们下个月去动物园窝，你开心到晚上睡不住，因为1个月简直像永远那么久。但现在公司跟你说下个月要交报告窝，你连惊讶的时间都没有，转眼就到了。这不是错觉，这是真的。但不是时间真的变快了，而是我们感受时间的方式变了。这里有一个有趣的比喻：1岁小孩的1年等于他一辈子。对一个5岁小孩来说，1年是他生命的1/5，而你现在30岁，1年只是你生命的1/30。比例越小，感受越短。所以时间没有变，变的是我们跟时间的比例关系。这叫做比例时间理论。有人把它戏称为人生浓缩机。长大后的时间就像浓缩咖啡，苦得快，却也挥发得快。但这还不够神秘，因为除了心理学，还有一个让人脑洞大开的理论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悄悄地掺了一脚。相对论告诉我们一件震撼的事：时间不是绝对的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你以为的1秒，在不同的条件下，其实可以变长或变短。只要你移动得够快，或者待在强大的重力场里，时间就会变得不一样。这不是科幻小说，而是实验证明过的真实。比如 GPS 卫星，如果不修正时间膨胀的误差，导航结果每一天都会错几公里，因为它们离地球远，重力小，时间比地面过得快一点。这叫做重力时间膨胀。而如果你坐上一艘超快的宇宙飞船，接近光速飞行，你在船上可能只过了1年，但地球上已经过了10年。这叫做速度时间膨胀。这不是魔法，是物理。所以有没有可能，我们在生活中也在经历某种微妙的时间扭曲？当你快乐、专注、沉静，时间就飞逝；当你焦虑、等待、无聊，时间就像卡住了一样。这是主观心理的时间扭曲。它就像我们每个人自己的小相对论，不同的心境，不同的节奏，时间的感受就不一样。更神奇的是，研究发现，当我们第一次体验某件事，大脑会认真地记录每一个细节，但熟悉的事物，大脑就会自动跳过处理。所以童年的一个暑假，好像发生了100件新鲜事，记忆丰富，时间就被拉长了。而成年后的工作周，一模一样的循环。记忆单薄，时间就压缩了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不是被时间追赶，而是被自己的大脑压缩了时间。那么，该怎么让时间变慢？不是让时钟倒走，而是去体验，去感受，去打破日常的自动驾驶模式，学一样新技能，走一条没走过的路，和不同的人聊天，把注意力拉回当下。你会发现，时间慢了下来，变得有滋有味，好像又闻到了童年的夏天。有人说，时间是这个宇宙最公平的东西，因为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只有24小时。但也有人说，时间是最残酷的东西，因为它不会为任何人停留1秒。但我更喜欢第3种说法，时间是最神秘的东西，因为它既存在又不存在。你看不见它，只能感觉它。它可以被重力拉伸，也可以被情绪扭曲。它在我们身上留下皱纹，也在我们记忆里留下光。所以下次你感叹时间过得太快，不妨想一想，是时间真的快了，还是你已经很久没有真正活在当下了？时间是我们最珍贵却也最虚幻的资产，而我们就是时间里的旅人，用每一段记忆，一点一滴，把人生的这条路走出深度